人民幣在全球金融市場被當眾處刑了，沒有預告，沒有過渡，沒有緩衝，就像被一腳踢出門外，門板砰地關上，連反應都來不及。2025年11月11日，光棍節，不少人忙着買，可在全球金融市場，另一場零和的廝殺正悄悄發生，美元和人民幣打到見血了。而這一次，英國直接撂了刀，倫敦和上海之間爆發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金融大搏殺。11月10日深夜，全球最大工業金屬交易平台、掌握全球定價權的倫敦金屬交易所突然甩出一纸公告，自11月11日起，全面暫停歐元、英鎊、人民幣等所有非美元計價的金屬期權交易，只保留美元，而且零過渡、零協商、零徵求意見。短短幾十個字，像是在全球金融市場扔了一顆炸彈。過去幾十年，中國一直渴望擁抱全球定價體系，希望人民幣能在大宗商品中佔據一席之地。可這次 LME 直接給出了最現實的答案：全球貨幣的主角永遠只有美元，其他貨幣只能是背景板。業內人士說得更直白，倫敦和上海之間爆發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金融大搏殺，美元絕地反擊，把牌桌都砸了，人民幣正式被踢出局。為什麼這麼說？因為金屬定價並不像普通人理解的那麼簡單，它本質上是貨幣背後的力量爭奪。誰能主導大宗商品計價，誰就能掌控全球經濟脈搏。人民幣這些年雖然試圖參與，但一直是陪跑者。根據國際清算銀行2024年公布的數据，美元在全球外匯交易中佔比高達 88%， 人民幣只有 7%。更扎心的事實是，在全球商品貿易中，超 80% 的結算依舊必須用美元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任你再怎麼宣傳人民幣國際化，全球市場還是一句話：拿美元來。為什麼是現在？為什麼是人民幣？因為全世界都明白一件事：貨幣之爭本質上是國力之爭。而過去3年，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黑暗時刻。2024年，中國地方債規模突破41萬億元，創歷史紀錄。2024年全國房地產投資連續2年下滑，跌幅超過 10%。製造業 PMI 全年多數時間在50以下，顯示收縮。資本持續外流，2024年有超過2200億美元資金離開中國，外資企業撤離潮不斷 ，FDI 實際使用外資跌至1993年以來新低。在這種背景下，你還指望人民幣能在全球貨幣體系裡往上爬？根本不可能。LME 的決定只是把全球金融圈早就默認的事實擺在台面上，人民幣地位不但沒有提升，反而正在被邊緣化。對人民幣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被排除在大門外。別以為只是金屬定價，這只是第一步。貨幣戰爭一旦開打，後面會發生什麼？那些潛伏已久的金融暗流會瞬間被激活，所有後果像被同時按下啟動鍵一樣全面爆發。全球交易所會出現同步倒向的場景。美國只要先動一根手指，歐洲、日本、澳大利亞的金融機構都會主動靠攏，只提供美元計價產品。國際金融的殘酷性就在這裡，實力決定方向。其他國家只能跟着風向跑，人民幣在大宗商品市場的地位會像被抽走地基。中國多年投入，試圖擴大影響力，可在這種美元強勢擠壓下，進口能源、糧食、金屬的成本會被匯率風險層層放大，每一次結算都變得更加艱難。人民幣國際化會遭遇突如其來的坍塌式倒退。原本願意嘗試人民幣的國家，一看到 LME 的表態，就會立刻停手，不是不願意，而是不敢繼續壓住，擔心被捲入大國博弈，
被市場制裁牽連，資本外流的壓力會變得更猛烈。人民幣越弱，資產越不穩，資本越傾向於逃離，中國金融系統承受的壓力會像不斷加碼的砝碼，層層壓上來，難以喘息。一句話總結：人民幣被擠到舞台邊緣，從配角退成群眾演員，存在感被悄無聲息地削到幾乎透明。英國這步棋看似瘋狂，實則精準，逼中國站在一個尷尬位置。在全球貨幣博弈的牌桌上，中美本是對手，但現在英國這麼一掀桌子，中國面臨的局面是：你想加入牌局？不好意思，沒有你的籌碼。你想用人民幣定價？不好意思，我們已經關門了。你想另起爐灶？不好意思，你自己的經濟根基還在搖搖欲墜。這是最殘酷的現實。人民幣不是被競爭擊敗，而是被排除在外。而更殘忍的是，這次排除是公開的、赤裸裸的、毫不掩飾的。他把人民幣這些年建立的國際化面子、希望、布局，統統撕得粉碎。如果說 LME 突然宣布只保留美元計價讓中國措手不及，那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只會讓人更清楚地感受到，這不是一次金融操作，而是一場貨幣戰爭的正式宣戰。人民幣被踢出局，絕不是偶然，它更像是一個信號，世界真的開始對中國貨幣動手了。所有國家都在做同一件事，遠離人民幣。不要再天真的以為這是西方聯合打壓，現實更加殘酷，連那些曾經公開支持人民幣的國家也在悄悄後退。東南亞的央行動作最先暴露了這一信號。根據 IMF 2025年的最新數據，全球央行持有的人民幣儲備佔比從最高峰的 2.8% 下降到 2.2%。換句話說，很多國家已經開始把手裡的人民幣換回美元。東南亞某國央行行長在公開場合坦言，我們不能為了政治態度，讓儲備資產承擔風險。這句話字字戳心，人民幣不夠穩定，不夠安全，也不夠可信。拉美國家同樣悄然撤退。2024到2025年間，阿根廷、智利、秘魯等礦產出口國紛紛放棄人民幣結算。企業的理由簡單明了，人民幣結算太麻煩，還要承擔匯率波動，價格風險太大。於是他們寧可選擇更貴的美元，也要追求穩定。穩定成了比成本更重要的生存法則。海外企業的態度更直白，賺錢才是唯一指標。海外投資者一致得出結論，人民幣資產風險太大，政策太突然，市場太不可預測。這與 LME 的突然決定如出一轍，顯示出一個殘酷事實：全球已經不再信任人民幣。人民幣正在被全世界悄無聲息地邊緣化，從曾經的潛力新星退成人人避開的存在。為什麼大家都在逃？因為中國經濟根本撐不起一場貨幣戰爭。貨幣的背後是國家經濟，這一點從來沒有例外。過去3年，中國的經濟狀況用2個字概括：下行。不是一般的下行，而是徹底的、系統性的下行。製造業外遷速度前所未有。2025年，中國製造業的外遷潮達到頂點。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調查，超過2/3的日本企業正在加速將工廠遷出中國。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，越南、印度尼西亞、印度對美出口增速超過 30%， 而中國卻下降超過 15%。產業鏈成片的離開中國，意味着未來外貿賺不到美元，人民幣更難維穩。消費萎縮的速度打破歷史記錄。國家統計局公開數據顯示，2024年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個位數增長，扣除通脹後幾乎為零。2025年第一季度情況更糟，線上消費下降，線下萎縮，耐用品消費跌幅超過 15%。消費不振
意味着經濟沒有內生動力，意味着人民幣沒有底氣，也意味着市場不敢輕易壓住人民幣。房地產崩塌後的連鎖反應仍在擴大。截至2025年9月，所有上市房企合計負債超過35萬億元，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，比很多國家的 GDP 還要高。房地產一倒，不只是開發商倒，而是地方政府倒、財政倒、土地財政倒、銀行壞賬上升，最終拖着人民幣一起掉進深淵。很多人以為這次只是 LME 掀桌子，錯了，這是美元對人民幣的二次鎖喉。第一次是在 SWIFT 體系裡，美國牢牢掌握話語權。第二次就是通過全球交易所、全球定價機制，再次強化美元不可替代性。LME 只是第一個，接下來只會越來越多。貨幣戰爭打到最後，中國將面臨深遠的後果，每一個都足以改變未來10年的經濟現實。中國將承受更高的進口成本，大宗商品幾乎全都必須用美元購買，而中國的美元收入卻在不斷減少。原材料價格被迫上漲，企業成本一路飆升，出口利潤不斷壓縮。這種壓力可能引發輸入性通脹加中國式滯漲的惡性循環，讓經濟陷入無法自拔的泥潭。人民幣國際化也會遭遇倒退。過去10年喊過的口號、做過的努力、拍過的胸脯，都可能在這一輪貨幣戰爭面前灰飛煙滅。人民幣在世界的地位不再向上，而是一步步被推向下坡，曾經的榮耀化作虛影。未來更多國家可能徹底不再願意持有人民幣。當全球最大的基礎交易所都不再支持人民幣，當英國將英鎊也一併排除，其他國家的心裡只有一句話：如果人民幣真的強，為什麼會被輕易排除掉？貨幣沒有面子，只有實力。而現實告訴中國，人民幣的實力正在被無情削弱。貨幣戰爭的終局是人民幣被徹底邊緣化，中國不得不面對一個成本高企、信任崩塌、國際地位倒退的殘酷10年。這場貨幣戰爭真正悲慘的是，人民幣不是輸給美元，而是輸給現實。英國、美國、歐洲不需要打壓，他們只是順應現實。全球只是看到了最簡單的事實。一個經濟正在迅速下行的國家，無法撐起一場全球貨幣之戰。LME 的決定只是第一步，更大的風暴正在路上，而人民幣還沒有準備好，中國更沒有準備好。